再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周二下午，香港高等法院对香港国安法首案进行裁决。法官裁定被告24岁香港男子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成立。案件押后到周四上午10点处理，听取被告求情。香港国安法落地1年有余，首案判决影响几何？又将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审理和量刑提供哪些参考？来看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案发在去年7月1号，被告唐英杰在湾仔驾驶插有违反国安法的非法标语旗帜的摩托车撞向警员，违反了香港国安法，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那我们早前呢，其实也一直跟进整个案件的审讯过程，有一些细节值得关注。那原告曾经指出，被告是4度驾驶电单车冲向警方的防线，明显是针对警员危害治安，而且认为被告在公众场合驾驶插有非法旗帜的电单车，明显是有政治的目的。而被告的专家证人包括几位大学教授就声称，标语口号有多个解读的方法，并不一定就是推翻政府。不过，法官今天下午准时开庭之后，一上来的陈词就表示，裁决的考量正就包括了标语是否含有政治诉求的因素。因为当时被告自己知道口号就是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当他展示旗帜口号的时候，就是意图将分裂国家的意思传递给其他人，有意煽动他人分裂国家。那法官还进一步强调，口号是被告当时提倡的政治理念，而且故意冲向警方，刻意挑战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又说被告的行为涉及到严重的暴力。被告做出有关的行为是想威吓公众，以达到政治的目的。再翻开我手上这一份62页纸的裁决书，那几个章节呢，其实包括了被告唐英杰触犯的罪行、审判当中的争议、证据以及对证据的评估。而这厚厚的一本裁决书当中，有1/3的内容呢是列出了被告犯案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第一宗国安法案件的判决，界定了哪些字眼是具有分裂和煽动的元素，和接下来发表类似的口号的案件都有直接的关系和重要的量刑参考。像是谭德志、戴耀廷等人的案件等等，所以星期四的判刑也非常的关键，我们也会持续为您跟进报道。负责此案审理的是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彭宝琴、杜丽冰与陈嘉信，这也是香港高等法院首次在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指示下，不设陪审团之下初审刑事案件，由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审讯以英语进行，历时15个工作日。而此次庭审过程中，争辩最大的焦点之一是控方引述一份专家报告，解读所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意涵。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在这份控方专家报告中指出，时代革命意思是利用不同方法改变政权和社会系统，借此改变时代，其中包含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制。光复香港意思是香港沦陷敌人手中，需夺回香港，其中包含不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视中国为香港的敌人。特区政府也曾在去年案发后隔天发表声明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因此，刘志鹏认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香港政治语言，必然是为了将香港由中国分裂出去。刘志鹏还指出，该口号由前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梁天琦参加2016年立法会补选时提出并使用，而其意涵在2020年并无改变。他在报告中还引用了香港警务处一份统计光时口号出现在示威现场次数的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6月9号至2020年7月1号期间，有218天的示威活动中出现了光时口号。而辩方律师则引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共同撰写的报告，狡辩称该口号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与香港独立的含义之间并不存在密切关系。但法官在周二裁决时明确表示，唐英杰展示相关旗帜，有意图将分裂国家的意思传递给其他人，有意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是想威吓公众以达到政治目的。同时，他驾驶电动车冲向警方，也是刻意挑战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行为涉及严重暴力，是危险活动，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给社会带来严重伤害。恐怖活动罪呢，这个争议性不大。因为他是冲撞了多名警察，他是不针对特定的某一个警察。第二项，关于这个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这个当时在法庭上呢，控方和辩方进行了质证，社会各界对这个关注也很大。
因为其他的一些案件呢，也涉及到这个对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标语是否有港独的这个内涵所以它对同类型的案件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作为这样的一个口号标志性的标语，实际上它起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种煽动、动员召集这样的一种政治效果。最大嘅意義就係從此光時呢個口號咧，係確認咗有呢個分裂國家嘅意味。而普通法係講究呢一個案例嘅，有咗呢個案例之後咧，咁佢哋就好難有呢一個翻盤嘅機會啦。去年7月1號被捕後，作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第一個被檢控者，唐英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0條、21條及第24條，面臨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2項指控。被捕5天後，也就是去年7月6號中午，唐英傑剛從醫院出來，就坐着輪椅被推進了西九龍裁判法院過堂。特首委任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指定法官之一，總裁判官蘇慧德當庭宣布，案件押後至10月6號再審，另鑑於犯罪嫌疑人案情嚴重，拒絕被告保釋。這也被當時的香港輿論界普遍視為過往在香港處理國安案件時，港警抓人、法官放人的司法怪圈正被有效打破。同年10月6號，被告唐英傑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總裁判官蘇慧德應控方要求修訂控罪，並將案件轉至香港高等法院審理。同年11月16號，香港國安法正式移交香港高等法院。值得注意的是，代表被告唐英傑的大律師為時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戴啟思。業內人士紛紛議論稱，一名餐廳服務生能請到收費高昂的星級律師團隊親自出馬辯護，似乎說明香港國安法所帶來的香港法律體系、法律環境的變化，實際上已在香港業界引發了一場重磅級的較量。今年6月7號，該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訊，唐英傑被加控一項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成為唐英傑原被控的恐怖活動罪的交替控罪。所謂交替控罪，即檢察官以較嚴重的罪行指控被告人的同時，也指控另一罪行元素相近但較輕的罪行，以確保被告人不會因證據不足而完全脫罪。根據香港國安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情節嚴重者最高可被判10年監禁，恐怖活動罪最高可被判處無期徒刑及終身監禁，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最高罰款5萬港元，監禁7年。但此次因被告唐英傑恐怖活動罪被裁定有罪，作為交替控罪起訴的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務須處理。李小兵告訴記者，作為香港國安法2020年6月30號生效之後首宗被控涉嫌違反該法的案件，唐英傑的公正裁決不僅能起到為公眾釋疑、定分指證的作用，還能為接下來其他國安法重要案件的審理提供重要參考案例，從而有效推動案件審理的效率。這個案件之所以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被稱為是國安法的第一案，大家就是要看那麼國安法對這樣的行為能不能進行打擊？實際上也給了我們這樣一個信心，也是香港由亂而治是有希望的，對廣大的社會民眾也能夠產生一種指引的效果。也就是說，這樣的行為是違法的，是要受到懲治的。實際上的確起到了這樣的一個定分指證那麼消除了社會各界的這樣的一些誤讀誤解讓類似的一些案件的審理，實際上能夠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上周二表示，至今已有超過130人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其中超過一半已被檢控。不少昔日的港獨勢力領頭羊四散敗走，危害國家安全的滋事分子也大為收斂。評論認為，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1年多以來，香港社會由亂及治的轉變歷程表明，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來說，國安法是高懸的利劍；對於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這部法律是保障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接咗落嚟，我哋要值得關注嘅呢，就係35家嘅案件，因為光時嘅口號確認咗係有分裂國家嘅意味之後，
跟住35家嘅案件咧就會確認究竟表面上運用基本法裏邊嘅權利，即係話否決財政預算案，算唔算係違反國安法？嗱，記住係表面上，佢哋係無差別地係否決嘅。香港廉政公署周一落案起诉反中乱港分子戴耀廷、叶剑清、石守正，称其于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前，曾分别通过电台节目、记者会及社交媒体，向选民介绍一项投票计划，以实现过半数当选议员均来自某特定群组的目标。为宣传该计划，戴耀廷等3人以非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之选举开支代理人的身份，分别在2016年8月9号、9月2号及4号于《明报》及《苹果日报》各刊登了3则广告，招致选举开支共逾25.3万港元。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介绍，戴耀廷等3人被控4项在选举中作出导致选举开支的非法行为罪名，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231条。3人将于本周五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一旦罪成，最高可判罚港币20万元及监禁3年。